大家好，很多人使用的笔记软体 Evernote 在最近宣布了，由2023年12月4日开始，免费的使用者最多只能编辑50则的笔记和一个记事本，会带来一个更多的出走潮。在今天我就特别介绍一下 Obsidian 的视觉化工具栏，透过它我们可以很轻松的来插入 Markdown 的标记，可以让刚刚入手 Obsidian 的新手们能够在类似 Evernote 以及 MS Word 的环境下面来做文字格式等等的操作，可以更加容易的来熟悉 Obsidian 的整个操作的环境。在今天我会先介绍 Editing Toolbar 外挂它的设定方法，还有它的一些有关于格式化的简易的操作，希望能够增加大家对于 Obsidian 操作的熟练度。以下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一个外挂它的安装跟设定的方法。Editing Toolbar 的安装很简单，你只要进入设定画面，接着再进入 Community Plugins， 也就是社群外挂这个地方，再点击浏览，再输入 Editing Toolbar， 就能够找到它了，然后点击它以后就能够把它安装起来，并且启用。启用完毕以后，记得再做一些设定，一样是在 Community Plugins 这边来搜寻。找到它以后，点击设定，进入它的设定画面。在这个设定画面里面，只有几个地方需要做特别处理。上面两个是跟视觉化有关的，可以不必去动它。尤其是 Toolbar 的外观，如果你是使用暗黑模式，其实是看不太出来它的差异。它有这3个选项可以选择。比较重大的设定会是在 Toolbar 的显示位置，它目前有3个显示的位置。Top 就是显示在编辑区的最上面 ，Fixed 会显示在编辑区的下面中央位置 ，Following 就是当你选取了一段文字以后，它会出现在游标的下方。我建议大家先选择这个 Top， 操作方法会跟你在 Word 里面的操作的体验会比较相近。还有 Toolbar 要不要做自动的隐藏？如果你把它勾选起来的话，当你的游标移动到Toolbar 的位置的时候，它才会显示出来。那你离开以后，它又隐藏起来。这个 Refresh 就是做了变动以后，记得要点击一下这个 Refresh， 让 Toolbar 能够根据你新的设定来做显示。后面这个 Custom Background 跟这个 Font Color 就是可以选择格式化的一个新的颜色，你可以自己来定义新的颜色。后面这个 Commands 就是只要点击了这个加号，就可以来新增新的命令。除了它现在预设的这些命令以外，你还可以自己来新加自己的命令。比如说我自己点击了后面这2个精选切换跟开启设定，像这个就是可以自己透过加号就可以把命令给增加进来，只要做好这些设定就可以了。那以下我们就来看一下有关于文字格式的基本操作方法。在开始介绍文字格式化之前呢，要先提醒大家的，文字的前景它是使用 HTML font 的标签，背景的颜色是使用 span 标签。如果你希望笔记内容不要掺杂有 HTML 标签的话，就不要使用它的格式化的操作，就是这2个按钮。这个是设定前景的颜色的按钮，这个是设定背景颜色的按钮。不想要这些标签的话，就是尽量使用 Markdown 原先预设的文字的格式，比如说2个星号啦、2个底线啦、2个等号啦，这一些符号来表示，再透过 CSS 的设定就可以达到变更不同颜色的方法。如果你希望你的文章的内容希望它能够有更多不同的样式的话，就可以使用它的格式的这2个按钮来做操作。我来示范一遍，我来做个变更文字前景的示范。首先先选取好一段文字以后，按钮的上方点击一下，它就会把刚刚选取的文字改变成设定的这个颜色。假设要把黄色变成红色的话，就把游标移到这个地方，再选取新的颜色。你可以看到按钮的下方就显示成红色了。接着再来选取要变更颜色的区域，已经选取好了，再点击这个按钮一下，它就会变成是红色了。这个是每一次变更一次颜色就需要来点击一下。现在假如要取消现在的这一些格式设定，就是把这一段区域给选取起来，接着再点击这个第3个按钮，这个就是清除格式的按钮，点击一下，它就会把刚刚设定好的这些标签整个移除了。接着我们再来介绍笔刷的功能，只要设定好一个笔刷以后，接着你所有选取的任何文字
就会自动变成是设定的这个颜色。用这个背景颜色来示范，这个背景的颜色要把它选取成是粉红色，现在已经把它变更成是粉红色的笔刷了。接着点击最下方的笔刷的按钮，点击一下让 Editing Toolbar 进入笔刷的模式，点击一下可以看到右上角它会出现 on 这个符号，表示目前背景的笔刷已经启用了。接着我们所有选取的任何文字就会自动变成是这一个笔刷设定好的样式，比如说这一个 Font Colors 它就自动变成是粉红色的底色了，然后接着再选取另外一段，它也一样会变成是选取的粉红色。只要在笔刷状态下面，所有你选取的任何文字全部都会变成指定的笔刷的颜色。怎么脱离这一个模式呢？就是在这个地方点击一下，或者是在笔刷的位置按一下滑鼠右键，它就会清除掉笔刷的模式。可以看到右上角笔刷 on 的讯息已经消失了，这个时候在做任何的文字选取都不会有这个笔刷的样式。Editing Toolbar 其实它的操作非常简单，只要把游标定位到要操作的位置以后，再点击它上面的任何的按钮就可以生效了。比如说这个工具栏，希望它变成粗体，标示好以后再点击这个 B，它就会自动插入 Markdown 粗体的标示，这样子它就会变成粗体了。如果希望这一列它变成是标题3，就是把游标移动到特定的位置以后，点击 H3，它就会把它变成是标题3的标题等级了。它的操作非常简单，透过这个 Editing Toolbar， 我们就可以有类似 MS Word 的操作的体验。对于初学者来讲，应该可以更快的来学习到怎么来做 Markdown 的基本的编辑，可以更快的加速熟练 Obsidian 的操作。以上就介绍 Editing Toolbar 外挂给初学的朋友们。如果各位觉得我介绍的 Obsidian 技巧对于你在使用 Obsidian 上有帮助的话，请各位记得订阅、按赞、分享，谢谢各位。